我操！他才是真正的少林武僧，一拳爆杆，韩国不败拳王，打得他当场猝死擂台，看傻裁判。自从武僧一龙被一个年近50岁的泰国老将 KO 后，还爆出他曾花重金请来外国大学生大家赛，就有数不尽的拳迷观众质疑少林功夫的真实性。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外拳手争先恐后的来华踢馆少林功夫，其中就有这样一个嚣张拳王金大焕，他号称韩国不倒翁，因为他长达13年没有被击倒过。别看他长得不高，身材不壮，但是他练就了钢筋铁骨一般的身材，堪比金钟罩铁布衫。面对中国选手时也是嚣张跋扈，擂台上指着鼻子叫骂中国小伙。少林总教头谢维当即出山，要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少林功夫。我说我是少林寺出来的，但他们都不相信。谁告诉你少林功夫没有用？进了，进地面了，连续击打，连续砸击。谢维一定要为少林功夫证明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黑红短裤谢维，白色短裤金大焕。谢维上来的打击还是比较凶狠的，扫踢是。漂亮，漂亮，近距离还有一个白肘，漂亮。谢维的武器库相当的丰富啊，控腿把对手带到笼边，这下砸得真凶啊！可惜没有能够在场地中央把对方给带倒。金大焕呢，脚下调整的能力倒也挺强。随着第一场比赛万冠军赛的首秀之后，谢维在万冠军赛场上的这种灵活性、从容度越来越好了。金大焕扫腿，谢维反应很快的立即接腿，想将他按在地面上，不过脚下太滑了，没有站稳，被对手拿到了优势。现在谢维的脖子被对手控制着，金大焕的反应非常快，他是一个老将了，并且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。不过现在谢维他做好防守，尽量不让对手将他按在地面上，双方力量上的僵持。金大焕看着非常精瘦，他的抗击打也一定很强。金大焕用自己的左手手肘，场面这种清晰、干净、有效的提醒，其实对于场上的选手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是啊，不要给他，现在侧过去，侧过去，不要拉了，侧过去。再次砸摔在地。金大焕的核心力量相当不错，现在处在一个侧向压制当中。金大焕并且把自己肩部上面的所有力量和重心都压在了谢维身上。第二回合很快开始了，这场比赛谢维一直占据着比赛的主动权，刺拳试探金大焕。这回合是谢维发力的关键。经过之前的厮杀，现在谢维也非常了解对手的底细。在战力上，谢维明显比对手强不少，速度上也很快。不过谢维也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金大焕在上回合也展现出了很强的爆发力。现在谢维慢慢逼近对手，占据着擂台的中央。金大焕在战力上完全不是谢维的对手把对手尽可能的顶到笼边。场边在提醒谢维多用前直后摆这个组合技术。漂亮。现在就过去，快快，对，调整感觉，这种感，前，长身的晃动，左摆前侧，左摆。好的，漂亮，直接把对方扫的原地转了360度，后续跟着稍慢。5段，这5段。谢维的组合连击非常沉重，并且还有不断扫踢的动作。谢维在进攻的过程中，也可以多使用后手刺拳，能打得对方措手不及。金大焕在战力上并不是很积极，他是想拖延比赛的时间，想在第3回合重击谢维，所以谢维要尽早将对手终结。同时谢维还做着精确的防守，不会给对手重击他的机会。金大焕现在的局势就很被动了，这样破坏掉之后打出一些后手拳。是他打拳就打前刺，对。漂亮，倒了，要结束了，连续击打。谢维准备收比赛。金大焕，谢维可以准备收比赛了。金大焕的防守已经被破防了。金大焕也够硬啊。谢维，这个很好的机会，还有继续跟进，不要裁判松，再关注比赛。
比赛时间到了，可惜这回合比赛时间到了，但是其实刚才很快第3回合开始了，金大焕一直在往后撤，他的体能肉眼可见的消耗非常大，就连站都站不稳了。谢维前面消耗了他很多的状态，现在谢维就要彻底打穿对手的防线，想将他狠狠地击败在擂台上。不过金大焕不愧被称为不倒翁，他的抗击打确实很强，即便已经被打成这样了，他还是在坚持着打比赛。但谢维这回合肯定是要终结他的。这个比赛谢维赢肯定是赢了，除非出现什么冷门意外啊，赢肯定是赢了。金大焕这一下的动作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的消极。这个如果在跆拳道比赛当中呢，已经被扣分了。跆拳道比赛肯定不能这么打啊。谢维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有分寸的打。爆杆拳，爆杆拳，比赛结束了，谢维赢了。爆杆拳，哇，好潇洒，把自己的护持往旁边一。谢维太强了，将不可一世的金大焕给 KO 了。他可是长达13年没有被击倒过，谢维竟然将他直接终结，证明了中国的少林功夫。接下来这场比赛也不容错过。谢维的对手是柬埔寨的拳王罗塞纳。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谢维依旧是黑红短裤，这个罗塞纳也绝对是一个狠人，他的气势非常强悍。他是练习泰拳出身的，不仅拳法刚硬，身体的抗击打也很强。能不能打跟进？刚刚呢，陈罗塞纳稍微显得有些拖大，做了个转身技术之后呢，是他有点触谢维这拳的分量。这位今天上来的感觉很好，可以继续保持现在的进攻侵略性。是，当然要小心对手的防反。靠住，踩脚板，场边也是给了微操啊。一边是踩脚板，一边呢是肩撞对手，来看一下能不能够对陈罗塞纳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双方已经在围拢边纠缠很长时间了，谢维一直在尝试将对手按在地面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下，谢维最终还是将罗塞纳按在了地面上。谢维这场比赛依旧表现得非常主动，现在在地面上压制对手。虽然谢维不是练习摔跤出身的，但相比练习泰拳的罗塞纳，谢维的地面技术比对手强悍不少。现在整个人压在对手的身上，看接下来的时间，谢维会如何实施下一步的打击动作。膝撞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有击到谢维的后脑勺的一个嫌疑的。陈罗塞纳也在不断的通过提膝的动作来撞击谢维。谢维这个时间不多了，42秒，进奇胜。很可惜，转南北这个角度，陈罗塞纳还是很艰难的从地面重新起身了，回到站立。比赛来到了第2回合，对手上来就是高扫的打击，谢维也是非常灵活的躲闪。这回合开始，罗塞纳明显加强了很多腿法上的扫踢，不仅可以给谢维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，并且还能控制距离，不会让谢维很轻易的近身。好在谢维的步伐移动也是很灵活的，也一直在找机会近身对手的内围。这回合的时间，谢维也一定能占据比赛的主动权。他的选手他们的拳一般都比较锋利和沉重。陈罗塞纳的父亲也是一位这个柬埔寨古武术的一位拳手。我们先来看这一下，刚才这一下踢倒之后呢，在地面一度陷入危机，还好谢维起来的很快啊。谢维也是一个调整能力不错的选手啊。这一回合一开始挨了2拳之后，还能够继续保持一个进攻的姿态还是拳怕少壮。对，24岁，正是身体机能巅峰的时刻。比赛来到了最终回合，对手的优势就是拳法非常沉重，而谢维的优势就是打得非常精准，并且很会抓住进攻的时间。双方这回合也没有进入地面的打算，还是跟对手积极的换拳。谢维在点数上是占据一定的优势，但尤其是关键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。罗塞纳也一定在寻找反击的机会，谢维还是稳扎稳打，眼神紧紧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，一有机会也绝对不会客气。几拳之后，他大概知道谢维的分量。是。谢维今天的防守上面，包括在移动上面，
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漂亮，进地面了，连续击打，连续砸击，再做砸击，砸击结束了，谢维赢了，结束了 ，KO。哇，漂亮，就是那一个冷拳爆头，对。谢维再次快刀斩乱麻的 KO 了对手，谢维越来越强了。大家觉得谢维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哦，就是这一下前手拳，第一下打空了，后边这一下后手啊，刚才岛田遮了一下视线，这两下哇，最后连续的几下后手的砸拳打的真的是非常的解气。再看前手摆拳把对方